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生活在这个压力越来越大的社会，总会有一部分人幻想着能走上捷径，例如之前的干爹，再到现在的富婆。正如俗话说的，只要富婆把握住，连夜搬进大别墅。今天我们来讲个中国导游和新加坡富婆的案件，故事内容发人深省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事情还得从一位名叫钟庆春的老太太说起。老太太是新加坡人，由于一系列原因，她无法享受儿孙满堂的快乐。看到好友如此落寞，与钟庆春同住一起的好友张碧珍表示：“春姐，想不想去中国旅游啊？”被张某这么一说，钟庆春似乎突然精神了起来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趁这把老骨头没入土前到处走走。就这样，2006年，79岁的钟庆春与好友张碧珍一起在旅行社报了名，搭上了从新加坡飞往中国的航班。从飞机上下来后，迎接他们的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中国导游杨银。一看到钟庆春两人，杨银便一边问好，一边主动接过行李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杨银介绍了自己资深的导游经理：“阿姨，我跟您说，您这次来中国算是找对地方，这里景色特别优美，在世界上都是排得上名的。最重要的是您找对人了，我保证您马上会拥有一次愉快的旅行。”看到眼前实诚的小伙子，钟庆春笑得合不拢嘴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杨银带着2位老人，把能逛的地方都逛了个遍，把能吃的美食都点了个遍。逛寺庙时，杨银还特地为老人求了平安符，祝愿他们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旅途结束前，杨银让2位老人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，告诉他们，如果以后要来中国旅游，那他亲自免费带队。旅游结束后，钟庆春回到了新加坡，可杨银还是会时不时打电话嘘寒问暖，当然里面多少有点想拓宽游客渠道的意图。可即使如此，杨银的真诚和热情还是让钟庆春很是感动。在后来的交谈中，杨银获悉钟庆春的同伴因病去世，原本只是无儿无女，现在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。为了开导钟庆春，杨银除了电话外，还会时不时寄上几个小礼物。2年后的2009年，杨银主动来到新加坡看望钟庆春，这份突然到来的惊喜让他很是意外和高兴。考虑到杨银在新加坡人生地不熟，钟庆春便让其先暂住到自己家中。当来到钟某住所，杨银才意识到这位阿姨原来这么富有，后花园、游泳池、大别墅，简直就是有钱人的标志。生活在这座别墅里的人，除了主人钟庆春，还有钟庆春的好友张碧珍，也就是前文中和他一起旅游的老奶奶。另外他们还雇有2位保姆，负责处理日常家务。杨银本以为钟阿姨只是房子大了点，没想到里面还大有文章。在别墅客厅和书房内摆放着许多珠宝首饰、字画、古董等收藏品。看着这些价值连城的宝物，杨银心里多少有点五味杂陈。你说人与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我当一次导游，费尽口舌跑断双腿挣的钱还不及人家的一幅画，别人挣钱怎么就那么容易呢？看到杨银千里迢迢来到新加坡看望自己，钟庆春别提有多高兴了，直接把他当亲儿子一样招呼。而杨银也是丝毫不客气，这一住就是半个多月，白吃白喝就算了，这杨银居然还把别人家保姆当自己家的保姆，对他呼来喝去。保姆本以为只要再忍几天就能解放，可杨银却似乎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。张碧珍告诉钟庆春，还是要留一份心眼，毕竟杨银是外人。可钟庆春完全就听不进去。一段时间过后，杨银离开了新加坡，回到了老家。保姆本以为自己终于送走了瘟神，不料没过几天，杨银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再次卷土重来。我的乖乖！也就是从这时开始，杨银正式开始了对钟庆春的掠夺计划。2009年，杨银以想在新加坡发展为借口，向钟庆春借钱开了一家舞蹈公司。杨银告诉钟某：“阿姨，你放心，只要我的公司开始盈利，那我就会以双倍的报酬回馈您对我的支持。”可实际上，
这家公司就是个皮包公司，杨银连基本的舞蹈室都没有，只是随便找人拍了几张照片，然后拿回住所敷衍行动不便的钟某。尝到甜头后的杨银胃口不断变大。2010年时，钟庆春设立新遗嘱，同意把4000多万新币折合3000万美元左右的遗产全部授权给杨银处理。2011年，利用此前的舞蹈公司作为幌子，杨银成功申请到了新加坡的永久居住证，接着就把在中国杭州的妻子和2个孩子接了过来，和他一起住在别墅里，一家人的生活别提有多舒服了。2012年，在杨银的推动下，钟庆春在一份授权书上签名，同意在自己身体出现重大状况时，把自己的后事交给杨银处理。说白了，就是把杨银当作自己的儿子。这一系列的操作简直惊呆了家里的保姆，一个赖吃赖喝的寄生虫竟然成为了家里的主人。然而2年后的2014年，一个女人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一切，她就是钟庆春的外甥女儿莫翠玲。由于很久没有与老人相见，所以莫翠玲出发前并没有通知老人，计划给老人一个惊喜。可当她按下门铃后，却发现从别墅里走出来的是一个不认识的年轻女人，也就是杨银的妻子。起初莫翠玲还一直以为对方是老人请来的保姆，便直接让她把手上的礼品搬回客厅。可对方一脸不满：“你谁啊？”莫翠玲有点不知所措，她看了一下别墅门牌号，我没走错地方啊。直到保姆出来后，莫翠玲才知道了真相。这下好了，这惊喜还没送出去，自己反倒受到了惊吓。被气得一肚子火的莫翠玲直接报了警，把杨银的妻子轰出了别墅。骗我阿姨感情可以，但骗钱那是万万不行的。几天后，他来到公证处，要求废除杨银拥有的监护权和继承权。在双方争执期间，杨银多次暗示老人，希望借老人之手压制这个嚣张跋扈的外甥女儿。可钟庆春这次却站在了外甥女儿旁边，并让杨银交回前几天收下的700万新币。所以事情到此就结束了吗？当然不是，事情才刚刚开始。把老人接到自己住所安置好后，莫翠玲仔细核查了老人名下财产的记录，却发现从2009年开始，杨银就不断以各种手段私吞和蚕食他们。忍无可忍的莫翠玲直接一纸诉状把杨银告到了法庭。2014年9月17日，杨银被新加坡警方逮捕入狱。2个多月后的10月31日，检方罗列了349项罪名，直接向法庭起诉杨银。对的，你没听错，我也没说错，就是349项。为了证明对老人的真心，杨银向法庭公开了许多生活照片。可这张照片背后的谎言很快就被戳破，杨银试图以情感牌获取法官支持的想法也随之破灭。随着庭审的进行，越来越多的细节也浮出了水面。法庭上，钟庆春的好友张碧珍作证，自己在2007年时花20万美元购买了华侨银行的基金，并将钟庆春设置为紧急联系人，一旦自己发生意外，对方可以全权处理这笔基金。毕竟2人都是认识60多年的好友，彼此的关系很是要好。可在2010年和2011年时，张碧珍都没有收到银行的通知，去银行一问才知道基金已被兑现转走，而基金流入的账户正是钟庆春的账户。可好友钟庆春却表示毫不知情，因为自己并没有到银行转钱。为了安抚好友，钟庆春当面写了一张支票还钱。本以为误会就此结束时，张碧珍却发现好友账户余额早已所剩无几，支票根本就取不出钱。那钱到底被谁转走了呢？答案就是杨银。面对张碧珍的质问，杨银也以不知情搪塞，几天后才把钱转到原账户。从这件事情开始，张碧珍彻底认识了杨银的野心。他告诉好友钟庆春，杨银这人手脚不干净，我劝你还是和他断了关系为好。可当时沉浸在温柔乡里的钟庆春哪里能听得进这样的话，相反还因此和好友闹僵了，把好友直接气出了别墅。除了好友张碧珍，检方还请来了家中的保姆作证。保姆表示，刚开始时杨银还算比较有礼貌，会经常帮忙处理家务，甚至还做家乡菜给阿姨吃。可后来不知怎么的，就完全变了个人，每天睡到早上10点，要求我给他们一家人准备早餐、打扫卫生等等，这些我还能忍。可后来他居然让我在阿姨的食物中加一些药物，他说这是有益于健康的。可我看到那些连包装都没有的药丸，我就非常害怕。
因为阿姨身体本来就不太好，要是吃出什么毛病，我可真的担不起。与此同时，案发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也报了警，控诉杨银假冒商会理事的身份，骗取他人财产。顺着这些举报，警方发现杨银办理永久居留权时用的材料全部都是假冒的。说到这里，有人肯定会问，面对在自己身边生活了5年的杨银，对他的所作所为，老人钟庆春就真的没发现吗？毕竟钟庆春当时的精神状况还不会差到老年痴呆，这就是杨银的狡猾之处。在许多时候，他不会直接向钟庆春直接索要钱财，而是在帮他跑腿的时候私吞财产。例如此前购买画作时，杨银就将购买徐悲鸿饮马图的50万新币占为己有，然后去地摊随便买张200-300块的赝品骗钟庆春。而这种偷龙换凤的操作，杨银已经干了好几次，只是跑了几次腿，他就凭空吞了190多万新币。除此之外，钟庆春名下的274万存款和信托，在2014年时已经剩下9000多元。到2016年9月，控辩双方吵了几次后，新加坡法院做出了最终判决，针对失信罪判处杨银6年监禁，外加伪造文件等罪名判处26个月的监禁。但控方认为这个判决太轻了，于是提出上诉，导致杨银的总刑期被延长至11年02个月，比原先长了3年。后来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，杨银被扣除了1/3的刑期，并于今年6月10日被新加坡当局驱逐出境，永不得进入新加坡。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钟庆春和杨银两人的故事，那就是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对于已经步入残烛之年，身边又没有亲人的钟庆春来说，他也许知道贪财的杨银根本就不是真心照顾他，只是他觉得如果可以享受这种如亲人般的关怀和在意，那花点钱又何妨？反正身后这些文物古董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而对于杨银来说，他正是看中空巢老人内心的孤独，才肆无忌惮当起寄生虫。法庭之上，杨银认罪态度一直飘忽不定。他说自己一直把钟庆春当作自己奶奶，可如果事情真的如他所说，那为何钟庆春生病时自己没有及时带他去看病呢？还每天睡到太阳晒屁股时才起床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偷鸡摸狗。要说你不是寄生虫，那是没人相信的。32岁的小伙，79岁的富婆，两人的故事虽然很是讽刺，但却非常值得让人深思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